谈到香港电影，特别是在大陆上映的香港电影时，大家总会产生一种无趣的印象。随着创作力的下降，对大陆适配的不顺，香港电影确实愈发落入了保守的样板模式化窠臼，普京优秀的灵性自由特质几乎磨灭殆尽。但是庄文强却始终能够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，其手法中的聪慧光芒让人梦回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，而内核又契合了新时代的特征。无双即是最完美的例证，金手指也同样如此，甚至在设计的挥洒与主题的大胆之上犹有过之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它是一部为了大陆上映而创作的香港电影，依然吻合相关的种种要求，却做出了别样的内容和思路。虽然没有命案和载入微尘等纯港气质，但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大陆院线中的大部分同伴。金手指是一部以20世纪70、80年代香港为背景的剧情犯罪片，它成功地将剧情、犯罪、商业元素融合在一起，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紧张刺激的故事。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剖析，成功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商业世界的残酷性。影片的情节紧凑，每一个转折都充满了张力。从陈一言作为上市公司嘉利集团的主席，凭借高超的智慧和敏锐的商业眼光，带领集团成为行业的佼佼者，到他面临商业危机和敌人陷害，再到他被指控涉嫌商业犯罪，每一个情节都充满了紧张感。这种紧张感并不是来自于单纯的悬疑或动作，而是来自于对人性、权力、欲望和正义的深入探索。在金手指中，主题和基调都非常明确，商业与人性的角力。影片通过陈的故事，展现了商业世界中的权力斗争、利益冲突和人性的复杂性。在商业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战，但当利益与人性发生冲突时，人们会如何选择？是坚守原则，还是为利益而放弃一切？演员的表演是影片的一大亮点。梁朝伟成功塑造了一个聪明、机智、勇敢的商业领袖形象，他的表演自然流畅，让人信服。而刘德华、蔡卓妍等演员也表现出色，为影片增色不少。特别是蔡卓妍的角色，他作为陈的得力助手，与梁朝伟的合作默契十足，两人携手揭露了阴谋背后的真相。此外，导演庄文强巧妙地运用了镜头语言和音效，营造出了一种紧张刺激的氛围，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张力，每一个音效都为情节增加了紧张感。同时，影片还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感表达，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。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主要角色身上，也体现在配角身上。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动机和目的，他们的行为和选择都与自己的背景和经历有关。配乐方面，电影的原声音乐恰到好处地衬托了影片的氛围和情感。特效和剪辑也是影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特效的使用恰到好处，没有过分渲染，也没有显得生硬。剪辑则是影片的节奏紧凑而流畅，使观众始终保持高度的紧张感。接着，小编带领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：到底谁是陈一言的金主？在电影发布的预告片段中，实际上已经把金主表达了出来，那就是国家队。很多人会对这个国家队无法理解，实际上就是海外的资本势力。陈一言在帮助曾剑桥拿下一块的皮后，曾剑桥给了他100万，让他什么在行就做什么。陈一言选择了开了自己的公司，用自己的助理名字进行了注册，公司命名为嘉文杀虫，带着助理张嘉文走南闯北。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好，这让陈一言想要收购上市公司新阳的股份，但被对方拒绝。在股市开盘后，陈一言让操盘手疯狂买入新阳的股票，可以对新阳的人冲套入，损失近1个亿。后期对人冲进行了收买，成为了自己的得力助力。在此之后，他让更多人进行投资自己的公司，让自己成了更大的金主。在多方势力的合作下，哄抬股价，先让小股民们赚了一笔，在特定价位时让富二代买入，高价时卖出并套现，小股民们损失惨重。香港股民损失超过了200亿，而海外大额损失更多。而这些势力便是陈一言的真正金主，他更多的是在市场上进行剧情的演绎，而结果是金主说了算，最终钱落到了富二代和陈一言自己的手上，亏损的却是小股民们。而海外市场由金主套现后离场，这完全就是一场阴谋。这个剧情实则是真实发生过的，而不是虚构的。当时的香港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只是原型人物是陈松青，而不是陈一言。在结尾的设计之中，庄文强再次活用了某种类型化的模板，也展示了微妙的杂糅与介词的表意能力。散户并未获赔，只有获赔的债权大户与轻判的梁朝伟得利的结局，符合美国电影中金融题材的收场惯例。创作者往往以此来强调只有平民受害，大资本永远胜利的资本主义世界真理，批判整个社会系统，突出这种弊端系统的永远不可逆。最典型的便是与本片浮夸感非常相似的《华尔街之狼》。贝尔福特再次回到了原点，用一支笔的推销法勾起了路人对金钱的欲望，预示了影片中其人发迹经历的必将重来。
因为社会系统中的唯利规则与引发的无限贪欲都是永恒的，违法的贝尔福特永远能够东山再起。相比之下，金手指没有斯科塞斯那样对资本社会的规则进行全面细致的呈现，却借此揭示了另一层面的社会现实。港英政府时期的香港正是资本社会的投影。梁朝伟在回归之前的认罪与获利，正是来自于这种资本社会的最后残留。这个对香港平民完全黑暗的结局，也是繁华与娱乐之轻浮表面下的港英时态。庄文强延续了美国金融犯罪电影的惯常模式，一方面引入了又一个类型化，一方面也带来了西方社会内部批判之上的二重批判，即来自受害者香港的对外批判。同时，他的弱点又是罕见的积极走向，表达了对未来的期盼。刘德华在梁朝伟的轻判之中起身离开，不断前进的背影透出坚定之意。追查的过往10多年，并非其象征新时代者的努力完结，反而是继续进发，直到新时代真正与本质层面到来的又一个起点。